大家好，我是庞博，欢迎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是今年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我也没有想到，脱口秀干了这么多年，我是为了成为张绍刚老师的竞品。而且你知道，这个工作干时间短了，但是也已经有职业病了，你知道吗？前2天我去一个剧组客串。我进组那天正好主演在杀青，非常感动，流着眼泪捧着花说：“哎呀，谢谢大家！”我说：“好，3、2、1，请锁票。”但是还是很开心，每年录节目都会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年也来了很多年轻的新朋友，甚至很多还在上大学，演完看到我也很激动，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是看今晚80后脱口秀长大的。”说你们那个节目当时给我缓解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啊！你说小升初当时那个压力实在是。我说闭嘴吧，闭嘴吧，真的，叫我庞叔。喜剧的内核不讲礼貌。一会儿你们看吧，几乎每个长得比我还像80后。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年轻的朋友，我都会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个采访啊，挺有意思的。他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后会成为脱口秀演员？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群经常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奇怪的人。我举个例子啊，有一种水果叫猕猴桃啊，也叫奇异果。这个它的英文大家都知道对吧？叫爱奇艺国际版。哎，对，这个灯就是这样用的。谢谢佩森姐姐啊。它英文大家都知道吧？叫 kiwi 是吧？我们都生活在上海，这么冷门的英文我们也要假装知道，好不好？叫 kiwi。但我觉得英文就很奇怪，你想 kiwi Kiwi 叫 kiwi，SIRI 就叫 Siri， 那为什么只有 WIFI 叫 WiFi？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会不会有一个镜像的平行世界？我每天就要，嘿 Siri， 请打开我的 WiFi， 我要来一局游戏了 ，Time。然后那个记者问我的第2个问题是，很多人都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你怎么看待这句话？我也觉得很奇怪，似乎世界上所有的艺术表演里面，只有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好像他们其他人都不得罪别人，很神奇。你不会看着看着跳舞，突然间就急眼了，说就你能把脚抬到这儿，对吧？你看听着听着音乐剧，突然就站起来了，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要冒犯别人，首先你要有力量，对吧？但我觉得笑其实是一件很没有力量的事情。如果笑很有力量，我们在历史上就应该看到很多笑的故事，而不是战争的故事，对吧？《三国演义》就应该是诸葛亮3笑周瑜，诸葛亮笑死王朗。我从未见过如此开不起玩笑之人。王朗说：“完了，今天是要笑不活了。”你感觉诸葛亮是个笑星是吧？什么北伐就是全国巡演嘛。喜剧之王3国记。我想问大家，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是王朗的话。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听了一个笑话，我感觉到被冒犯，就一定意味着我是对的吗？在20年前，互联网上最流行的网络社群叫贴吧。当时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贴吧，非常火，都在上面讨论自己的事情。我们学校保定一中叫保定一中吧，北京当时有一所学校叫北京市第3体校，也理所应当拥有自己的贴吧，叫3体吧。后来的事情你们就可以想象了，是吧？小说3体，然后横空出世，然后3体吧就被3体的书迷占领了。所以理论上，北京市第3体校的师生是世界上第一批被3体人入侵的地球人。我觉得都可以想象，体校的朋友当时一定非常生气，对吧？搞什么？我们学校的贴吧为什么有人突然来讨论一本书？我上体校就是为了不看书，真是。3体的书迷也很无辜，说名字又不是我起的，你去骂刘慈欣好不好？刘慈欣说：“哦，主不在乎。”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总不能跟体校的朋友说，要不你们去流浪地球吧？反正你们也没有家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冒不冒犯？当然冒犯。生不生气？当然生气。怎么办？没有办法。李白曾经说过：“如何呢？又能怎？”
所以我觉得，不如笑一笑，不妨就笑一笑，对吧？我甚至建议体校的朋友和《三体》的书迷，咱们一起去弱智吧。我觉得弱智吧的吧友肯定不在乎，肯定会很欢迎我们。他还会问体校的朋友：“哎，你们为什么不快乐呢 ？happy 起来啊！你们不是黑皮体育生吗？”我要再问你们一次，你们觉得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也来自北京市第三体校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聊冒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黑灯和小佳更权威。我没有做过严格的统计，但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应该是世界上冒犯残疾人次数最多的2个残疾人。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他们的演出，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段子。他们去年发起了一场演出，叫《地狱笑话秀》，就是大家一起来互相吐槽、开开玩笑，同时测试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根本不认识黑灯跟小佳这2个人的话，这整场演出几乎就是教科书一般的霸凌。你想一想，脱口秀的剧场你们是去过的，200-300个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笑话台上2个残疾人，关键是他俩还得跟着笑，干什么？今晚80后脱口秀吗？但是他们请了很多演员朋友来吐槽他们，演员的创作热情也是空前的高涨。没有什么比写这种段子更过瘾的事情了。当时大家有个群，每天都会有人把写好的各种段子丢进来，甚至有人为他们的演出已经写好了开场曲。2个演员，跑不快，一个没有眼睛，一个手在哆嗦。黑灯跑得快。节目的播出尺度不允许我把整首歌唱完，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但你们知道，那个群里面从始至终出现过的最冒犯的一条段子，是吐槽小佳的。你们准备好了吗？小佳参加了奥运会，在奥运会中拿到了100米赛跑的第1名。太神奇了！他的故事激励了所有人，他的精神振奋着我们。他的故事甚至被拍成了电影，搬上了大荧幕，甚至小佳这个角色由汤姆·克鲁斯主演，名字就叫《速度与激情》。你们知道，当时那个微信群里面跟刚刚的现场是一样的沉默，但其实你我的意见都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当时小佳在群里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小佳的回答是可能很多问题最后的答案，就是当事人觉得还蛮好笑的。当然啊，这不是小佳的原话，他的原话是：“这也太好笑了吧！”谢谢你们啊，你们笑了，你们鼓掌了，我就不是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冒犯残疾人的变态了。我也非常喜欢你们的样子啊！哇，北京市第3体校，哇，太惨了，我要笑一笑。我是小佳的朋友，但这个模仿真的很好笑。观众真的太可爱了。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没有人笑的话，对吧？所以不如就笑一笑，对吧？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笑话这个东西，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要讲笑话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工作。我希望这个工作我能一直干下去，我希望我们的朋友都能一直做下去。我甚至希望我这个工作能干到80岁。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的告别演出的名字，它必须发生在我80岁之后，因为它就叫今晚80后脱口秀。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好久不见。我站在爱奇艺这个台上，我其实现在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从南极来到了北极一样，环境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周围没有一个我的企鹅朋友。哎呦呦，太硬了，太硬了。还好有我的老朋友在，是吧？宇宙老字号京都念慈庵，谢谢，感谢念慈庵啊。很久没有讲过这种带商务的脱口秀了，真的，我感觉一切都回来了。有了京都念慈庵，轻舟已过万重山。哎呀，你们也知道是吧？就是去年 gap 了1年，而
而我是那种特别需要稳定的生活能带给我那种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去年我甚至重新注册了好几个那种求职网站的会员，我就想看一看，哎，会不会有哪个文工团正好在招聘一名幽默帅哥呢？是吧？而且我从小就这样，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寒假30天，然后寒假作业有60页，我就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规划，我每天要写2页，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同桌看到之后就非常的震惊，说你有病吧？我说咋的？难道你一天写60页？我们根本就没有写呀。但是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规划在我这里，甚至我只有初1、初2、初3这3天是休息的，大年30我都要写完作业再吃年夜饭。我爸妈看到之后都说：“孩子，你这个调休好不合理呀。”而且，就是讲脱口秀之后，我这一点的感受变得尤为的强烈。你也知道我的那些脱口秀演员朋友们啊，每天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吧？红尘作伴，潇潇洒洒，从来不为明天担忧，因为今天很有可能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每次看着这些朋友，我时常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草原上自由奔驰的骏马，只有我是沉迷拉磨的驴。我们一样讲着笑话是吧？但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平时跑步，他们都说我跑的是驴拉松。而我们这种驴系男孩呢，我们这种驴系男孩最害怕的，跟打印机是一样的，就是突然之间没墨了。去年我经常会在一个咖啡馆在那儿写段子，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是的，真正的驴是可以做到没墨硬拉的。有一天我就写累了，我的眼睛非常的酸，我滴了一点眼药水，我在那边这样休息。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我桌上多了一杯热水，下面压着一张便签纸，写着“会过去的”。我一抬头，那个店员，你们有被那种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心刺痛过吗？会过去的，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我遇到的这个坎儿，还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第一次喝一杯热水是吧？但心里凉凉的，真的。但是去年一整年没有拉磨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其实人是可以不拉磨的，也没有什么坎儿是永远过不去的。所以今年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发现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讲我自己最想讲的东西。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一年来我在那个咖啡馆写过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段子。你们大部分人会后悔这个鼓掌。你们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没有那种班级之间那种合唱比赛，是吧？我们都知道这种比赛比的不是说你们班到底有几个唱歌特别好的人，就是看你们班到底有几个人唱歌完全没有调，是吧？就什么乐器、和声、声部全都没有用，只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唱天无爱，你们班就废了，对吧？10个那英压不住1个杨丽，一力降10会，是吧？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班就非常非常努力的练习，大家都不想拖别人的后腿。就我们班主任看到我们这样就说：“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放轻松，我有办法。”我有秘诀啊，我能帮大家解决这个走调的问题。我们就都很好奇，就是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方法？班主任不着急，等到自习课的时候，班主任前门、后门全都锁好，整个窗帘全都拉起来，窗户也都锁上。我们都很激动，说这么神秘，这是要干什么？怎么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们班主任说，这就是我的方法，只要我把门窗都锁好，我就能确保咱们班没有一位同学会走调。这个就是我过去1年最喜欢的段子，很高兴和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庞博。但其实这也是我认为脱口秀最好玩的一部分，就是来，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一定要让你看一下，来，然后我带着你，我们2个一起徒步走了3个小时，走了10公里，我就是为了给你看一坨垃圾。好在你也不会生气，因为整段路程我都是陪着你一起走完的，没关系，会过去的。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
好，谢谢啊，谢谢。别人笑我太疯癫，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我讲这个话题，是吧？我几乎是全行业最温顺的演员了吧？是吧？我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付航不在这个话题？付航，你不讲疯癫，你疯了吗？不过付航在这个节目的出现啊，给我一个经典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就是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仔细的去寻找我跟这个疯癫的关系啊，找到了，朋友们，还是找到了。我家住在上海市宛平南路600号的对面。不知道的朋友，那里是著名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啊。是的，我现在的脱口秀是典型的上海演员的写法，就是根本不在意你们外地观众能不能听得懂。但是荒谬的不是宛平南路600号，是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经常我一出小区就看到2条队伍，是吧？一边在那儿挂号拿药，一边在那儿打卡拍照，你根本分不清谁更需要治疗，真的。我不理解，你在这里拍的照片，你能写什么文案，对吧？上海市内环还藏着这么小众的精神病院，你们上海人嘴也太严了吧？姐妹们，谁懂啊？真的，有的时候天太热了，你知道最近天太热了，就是打卡拍照那边有人就插队就吵起来了，还要看病的那边来劝架。冷静冷静，深呼吸，别着急。哎，我这儿有个安定，你先吃着，我还能控制住自己，是吧？我不理解，是吧？我不理解，拍照这种事儿有什么好着急的，对吧？特朗普也是到了78岁才拍到自己人生照片的。但我有一个发现，我发现，一个人，他离社交媒体越近，他离正常人类就越远。因为社交媒体上能看到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量级的关注。你想，你发出去一条动态，理论上所有人都能看得到，所有人，你的前任易烊千玺，你的现任徐志胜，是吧？都能看，这是4个人啊，这是4个人。但他们都能看到，真的。我有一个朋友，男生，他有一个不是非常大众的爱好，就是拼拼图。然后拼完之后，他就发小红书，然后很快就积累了一些粉丝。但大家都知道，粉丝这种东西就是长着长着就不长了，然后他就陷入某种焦虑。首先就是这个焦虑本身就很荒谬，人类是不需要粉丝的，我又不是扇贝，是吧？其次，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奇怪，就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爱好，就是健身。他身材很好，所以他现在就是每天穿个小白背心在那儿拼拼图。你知道他那个账号画风就很奇怪，每天都是呀这一块放哪儿呢？会不会是这一面呢？呀，怎么哪儿都放不进啊？难道是左边？算了，先放一边吧。哎呀，呆住了！哎呀，哎，以后咱直接就在这儿拼吧，真的。好奇怪，真的好奇怪，好端端的一个朋友，突然就变成椰树直播间的主播了。他还跟我说：“哎，你看我自媒体做的不容易，帮我点点关注。”我说：“不了吧，我对这个背心没有兴趣。”真的。他说：“我让你看拼图，我这儿的拼图都非常的厉害，确实很厉害。他有一幅全是天空图案的拼图，纯蓝色，非常难。我说这玩意儿怎么拼呀？他说我有办法。你看啊，所有拼图都是4周都是固定的，你从边上慢慢的往里拼就行。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边儿。我说对，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边儿，然后你就可以狠狠地擦它。这件事儿我去查了，这件事儿在科学上有一个解释，叫观察者效应，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有人看着跟没有人看着，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都知道，小学老师就跟我说过，是吧？说上课呢，你在底下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站起来，你当着全班同学面说。原本滔滔不绝的我，瞬间哑口无言。观察者效应最著名的实验就是薛定谔的猫，就是那个猫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有没有人在观察。我觉得薛定谔这个人是非常懂社交媒体的，因为这个理论翻译一下就是，
不管你这个实验设计的有多巧妙，如果不发到网上，不被粉丝看到，就没有任何意义。薛定谔是吧？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萌宠博主，主打的是开箱视频。但是我认为，就算薛定谔生在当下，他也做不好一个小红书博主。首先，个人简介怎么写是吧？量子物理，一个竖线，瑞士瘤子是吧？INFP 是吧？其次，我觉得他更不可能好好的推广科学，因为我们没有人是真的想看量子物理，我们其实只是喜欢3分钟看懂量子物理。薛定谔最后也只能怎样？他也只能发广告，发爱因斯坦的八卦，直播的时候讲爱因斯坦的八卦，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开始带货。总之，大数据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粉丝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社交媒体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别人一看你这也不是薛定谔的猫呀，你就是巴甫洛夫的狗。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谢谢各位，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荣幸能给今天这场演出做开场、做暖场。而且你们知道，《喜剧之王单口季》这个节目的发起人是周星驰先生，今天是半决赛了，周星驰先生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总说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我现在觉得节目组欠我一个解释，真的。说像不像那个经典的骗局是吧？你收到一条短信，我是周星驰，来参加我的脱口秀节目是吧？就让你主演我的电影啊！我觉得很有可能，不然你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蒋龙在这里，对吧？开玩笑，开玩笑，澄清一下，不是骗局，是吧？而且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我们真的见到了周星驰先生，我甚至已经见过他2次了。今年周星驰先生在我这里的地位跟海澜之家是一模一样的。男人1年要见2次周星驰。而且节目组真的挺不容易的。如果你们记得的话，这个节目在刚刚开始官宣的时候，正好赶上奥运会，作孽，谁关心脱口秀呢？我觉得这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比奥运会更好看，对吧？即便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也要说，是吧？我心目中最好看的依然是我太太。开场就是可以胡来啊。第2是奥运会，对吧？脱口秀排第3，真的。俩节目在一起排第3啊！而且认真的说啊，这个夏天因为有2档脱口秀节目，对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节目变多了，机会也变多了，大家都很开心。我不知道你们是从事什么工作，但你想，还有什么行业1年能有2个名副其实的大王？对吧？有20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10强，跟好多大学的那个排名是一样的。你看，虽然节目上你看到了100个脱口秀演员，但来了就是50强。脱口秀今年正式迈入双一流的时代。我有时候都在想，你说如果最后两边的冠军恰好是一男一女，然后这2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结婚生子，这个小孩会说的第一句话会不会是我父母双亡啊？而且演员真的很幸运，是吧？我们还有京都念慈庵，对吧？跟大家说，付航跟刘洋争得最凶的根本就不是冠军，就是念慈庵。你想，如果没有念慈庵，他俩那个表演风格，演完第1期嗓子就废了，后边全得给你们演哑剧。我们就是哑剧之王单口季。这个夏天真正辛苦的只有各位观众，真的有观众在跟我说，哥，这个夏天3档喜剧节目，你们还有衍生节目。哥，我现在每周要看17个小时的喜剧，我好累啊！台上5分钟，台下17个小时，喜剧的内核是马拉松啊！每周看完，精神是放松了，身体垮了。你能想象吗？我现在每周最盼望的是周一。真的，聊到最后他已经神志都不清楚了，拍着大腿问我说：“你说说这个比赛对劲吗？啊，凭什么哈哈曹的票数没有黑灯高啊？”你说那个刘洋他怎么赢的广智啊？我跟你说，要不是袅袅没来，吕岩他们队根本就淘汰不了。我说咱都看成这样了，要不考虑停一边的会员呢？我有的时候真的在想啊，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做节目嘛，服务大家，娱乐大众。那就不妨做的再极致一些，对吧？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嘛。
而且我们都知道大家最想看的是什么，你干脆就每周两边各选出来一个最厉害的，然后他俩 PK 一下，多刺激，对吧？然后而且你不光能看到各种笑话段子，你还会看到很多就是人性的部分，就是那种排兵布阵，是吧？你想一边在那儿群策群力，然后团队协作，就改段子加笑点，然后派出最强的呼兰，然后这边大幕拉开，南瓜闪亮登场，呼兰哥你的外卖是吧？然后就走了，多精彩！付航躲在幕布后边，嘿嘿嘿，没想到吧？战术马楼赛马。马楼赛马。而且你也不用一周在这儿播17个小时，2小时就够了。我们就搞直播，对吧？每周5晚上就直播，然后你再请2个国外那种名不见经传但实力非常过硬的脱口秀演员，就是给我们所有人打的都不行了，只有王建国奄奄一息，是吧？我觉得到时候今年所有没有参加比赛的脱口秀演员都会出来发微博支援我们，是吧？就看不得这种场面，3巡国仔守国门。内蒙脱口秀演员杨蒙恩申请出战。想不想看？想不想看？啊，我也很想看，我也很想看，是吧？是吧？我也看热闹嘛。而且我已经把我这个 idea 都完全都整理好了，我准备卖给那个第三方的平台了啊。因为我觉得客观上来说，谁做都不合适嘛。而且咱们做给观众看，我觉得观众看完最后也会说一句：“哟，酷。”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就好，希望演员们演得开心，也希望各位观众看得开心，就比什么都强。尤其是一会儿还要比赛的朋友们，加油！我们站好最后一班岗前的最后一班岗，好吧？加油！喜剧永远属于所有演员和观众，谢谢大家。谢谢庞博兄弟表演，请落座。谢谢庞博。刚才庞博也说了，今天喜剧在夏天是量大管饱。2档节目，那问题就抛给了罗老师啊！2档节目你都参加了，针对这个问题，跳一跳，以为你要干嘛啊？说啊，2档节目都参加了，是出于一个什么心理？就我2边都喜欢，我2边就都去了嘛。其实本来想2边都录全季的，但是因为出差回不了国，当时。但是我说实话啊，我特别喜欢庞博那个主意。就是我是觉得真的，如果对这个行业健康发展，对大家、对观众、对所有人都好，应该是2边各搞9季，到决赛的时候2边都出来真正的在双平台都直播嘛，就搞个 PK。我是做梦都想看到这一幕，对，所以我觉得特别好。一点没考虑演员的死活。我觉得让他们血拼到最后一刻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各位老师，我们上半场结束了，有满足自己的预期吗？像欣欣子有没有新 pick 的喜欢的单口演员？我 pick 黑灯老师，还有那个胖子文川。其他老师呢？有没有感觉上一场演出的没有满足自己期待的，或者超出预期的？就是为什么小鹿还坐在这里？是吧？你们投的票吗？是不是？你们投的票啊！我就是问你们哦，你们那么大反应当时，快点！我真觉得半决赛就是这样，因为就比到后边，谁发挥的不好都不说。晋级淘汰的事，就是一个段子没讲好，真的是所有观众都会为他们担心。这恰恰说明他们这一季就演成功了嘛，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由衷的牵动他们，很正常，很正常。而且这也就是比赛的魅力嘛。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进行半决赛的下半场。下半场的第一位演员呢，前方预警，喜剧龙卷风即将来袭，有请卷王之王刘洋。寄生于何生亮，我已经输给他2次了，2气周瑜。第一次和付航对战时的状态。Hello。第一次对战输了，没了。痛定思痛后的决定，避开付航。第2赛段没碰上付航时，
此时你的状态，我已经豁出去了。第二赛段战绩可查。恭喜刘洋作为拼盘第1名，获得一块复活金牌。感谢感谢。第4赛段6号富航同组 PK， 再次和富航交锋时的状态，去你的吧！结果又输了。恭喜富航直通总决赛，连输2次的你。眼瞅着已经2气周瑜了啊！我必须到总决赛，要不就3气周瑜气死我得了，要不我就扳回一城。我最近是2根香蕉吃，我要吃到猴子没有香蕉吃。哎，真的，我回去我才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去动物园，真的被猴子咬过，而且还留了疤了。这你看，这是牙这是大牙，给你个特写，这是猴子下草牙，富航咬的，富航咬我。你可太有效果了，刘老师，你真的是啊！没想到你为了节目素材，什么都做得出来。这话来形容一下这个。富航啊，才华横溢，天资聪颖，竟然像人。没有，开玩笑。我其实看到刘老师，我从头到尾我只有一句话，真的，刘老师是永远18岁。他就那个热血是很多那些我要去见到那些像上高中的那些男孩才身上有的那种感觉，他的少年感是永远无法磨砺或者说是代替，或者说是自己硬创造，是天生的一种少年热血的感觉，永远18岁，永远热泪盈眶。我们俩 CP 名叫房梁，房梁就富航读快了房，刘洋读快梁，房梁都踩天花板。房梁咱们永远是在天花板下边的。稿子准备咋样？就我现在准备的这个稿子，应该是我线下演的最瓷实的一个。富航他是我敬重的对手，然后敬爱的队友，我很希望跟他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一起让这个舞台变得精彩，所以我必须进总决赛。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特别开心来到这里，因为今年我其实一共参加了2档喜剧节目哈，然后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好吧，巨大的成就。然后取得了成就之后，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太好了，更多人认识我了，大家终于可以关注我以前的作品了。我没有想到大家关心的是我更以前的作品，我的粉丝把我10几年前在新东方教英语的视频翻出来传到各大网站，昼夜苦学。各位学到什么程度？我一点不骗你。有一天早晨6点，我点开一个视频，100多个人在看，什么概念？与此同时，《喜剧之王》单口季7个人在看。我说，哎呀，这是谁给谁引流呢？再这样下去，这节目我给冠名了。我先把名字给他改了，以后不叫《喜剧之王》单口季，叫《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然后有一个视频底下有一个人真的很严肃的在问，说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一个喜剧演员吗？为什么要跟他学英语？然后那博主也很严肃的回答，你不懂，这样学英语有一种地下的范儿。哎，我很感慨，各位，我以前听说过地下 rapper、地下 dancer， 我刚意识到我是一地下 teacher。我微博私信的画风也变了，现在我每天会收到30多条私信，全是问英语题。我很感慨啊，别人只问我飞得高不高，我的粉丝问我非谓语动词。当然以前的私信不是这个画风，以前的私信，因为我讲了10年的单口喜剧了，以前私信会有很多骂人的私信，这很正常，因为我们这行嘛，很容易让观众不开心。但是有一个私信我印象特别深，我现在还记得他怎么骂的，因为他骂的太独特了。他骂的就是他所有的后半句都是否定前半句的。我在网上随便编了个段子，他跑过来说：“你以为你很幽默吗？你可真逗！你编这种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看你就是在搞笑吧，不然呢？别的人都骂我，我感觉这大哥懂我。然后我线下演出也是，线下演出有的时候也会惹观众生气，跑到网上来骂你。我以前在线下讲过一个观察式喜剧，观察的非常精妙。我讲的是这样，我给各位复述一遍啊，各位来着了。我讲的，我说我买了一包4斤的花生，就一大包花生，透明的袋子里每一颗都是饱满的花生。正面还用红色宋体初号字写着花生，底下竟然还标着花生的英文花生。这么大一包花生，它的背面标着一行字：过敏源提示，注意，本品中含有花生。我调侃了一下，我说你多余不多余？你给谁看的呢？然后被骂了，有一个人私信骂我，他一上来他说爱。我脑补的语气啊，脑补的语气。他实际上是哎，然后他说哎，这也是能调侃的吗？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个花生过敏的人，因为听了你这个段子，放松了警惕，吃到了花生出事了，你担得起责任吗？脱口秀可以冒犯，但请尊重。私信的结尾是他吐的一滩血。我当时看了很震撼。你知道是谁在不尊重花生过敏的人吗？就是这个人。因为在我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至少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而在他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一个吃了花生有可能出事儿的人，会蠢到买4斤的花生，正面还写着花生，里面怎么看怎么是花生。拿着一颗问老外 What's this？ 老外说 This is 花生。花生过敏的人会说，这里该不会有花生吧？一打开，真有花生。各位，如果我花生过敏，这辈子我连花生的谐音我都不碰，福尔摩斯我都不看。我随便翻开一本书，上面写着：福尔摩斯走进房间，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向他走来，伸出手说：“福尔摩斯你好，我是你的助手。”去你的！想弄死我！当然，有的人也会说，可是这只是厂商为了避免担责任。各位不会了。如果真的只是印一句话就能避免全部责任，那最应该印这种注意事项的，就是我们单口喜剧现场演出的门票，这样我们会让很多观众少生很多的气。我们要背面写着“注意过敏源提示”，这种以开玩笑为主要形式的表演中，我们会开玩笑。观众一看，我觉得不能开玩笑的啊，不能开玩笑的，开玩笑不要开到啊。然后这还不是骂的最狠的，我见过一种特别讽刺的说法，叫可是批评会让你们进步呀，挨骂就挨骂。各位是这样的，也许批评会让你进步，但是现在互联网上几乎没有批评了，80%全是谩骂，还有20%是快骂。你点开私信，脏话以很快的形式飘过来，你真的，你想象一下，以前那些个大师如果活到现在，各位没有一个还能再成才的，全都要被骂死。你能想象梵高活到现在吗？梵高27岁开始画画，37岁自杀，活在有互联网的年代，27岁画画，年底自杀，年终奖都不要了。梵高画个向日葵，我都能想象他微博评论区的样子。梵高放了个向日葵，说画的还不错吧？底下说哈，纯路人不懂就问，到底是什么人在喜欢梵高啊？这也叫向日葵吗？吃点好的吧。家人们，避雷这个一只耳。梵高当场就没了，梵高向日葵都没画完，就画了个瓜子儿。画瓜子儿底下有人说啊，画瓜子儿不标过敏源呐。本来就想不开的，活到现在更完蛋。各位，你能想到屈原活在现在吗？各位，屈原如果活在有微博的年代，端午节就是屈原第一次点开微博评论区那天。哪天点开，哪天端午节。屈原发了条微博，好气哟，又被楚怀王排挤了。底下一个人，谁问你了？
抛开事实不谈，你自己没有责任吗？他怎么不排挤别人，就排挤你呀、屈原当场就跳江了，老百姓为了避免鱼吃掉屈原的尸体，都把那些骂他的人捆成粽子，然后扔进江里，一边扔一边说端午节快乐。那些人一边被鱼吃，一边说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应该说端午安康吗？批评是有意义的，但是谩骂毫无意义。各位，如果真的要谩骂，我建议以后至少用英语谩骂，这样至少还能背背单词。有人说，可是我用英语谩骂，我词汇量不够啊。巧了，谁是地下 teacher 啊？请关注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谢谢大家。谢谢刘洋的精彩表演。觉得教主可以进入总决赛的朋友，请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又是安选之人了。投票倒计时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刘洋教主的精彩表演，恭喜刘洋教主获得了7分组的5票。有没有什么想跟卷王聊聊的？田真姐。我觉得刘洋的整体水平还是非常高哈，不管是文本的结构到你的表演上，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千锤百炼过的段子。我这一登拍的肯定还是给你整体的表现拍的，谢谢。但是我觉得缺了少那种一个新观点。